好，我是美食水水芊芊。还记得我们之前做了很多银河级的巨大料理吗？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银河级的巨大焦糖布丁。好，那我们来开始录吧。失败，哈哈，很多颗粒啦。先放600的糖，倒进去200克的水，然后用小火。成功了，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煮到焦糖色之后，再把刚刚的同样比例的水倒进去。要记得哦，焦糖现在很烫。焦糖现在很烫哦，不要被烫到哦 ！Oh my god！ 然后晃一下就可以起锅了。然后呢，把它倒在你要装的容器里面。终于成功了！先直接倒2滴下去。哦，有多的，嘿嘿。好。哇，好满哦！然后再加入500克的糖，然后拉散。喝个牛奶。哎，你喝完了。然后加香草精，香草精其实就是去除掉它那个蛋味。然后再就打20颗蛋进去，本人算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大蛋达人。20，哇，看一下20颗蛋的样子，好可爱哦！然后把它打散。首先把所有的蛋黄给戳破。我超爱吃蛋黄的，因为蛋黄就是有一个很浓的那个香味。接下来过筛，把蛋精给挑出来。因为呢，我们这2个之后要合在一起，我们没有比较大的锅。所以呢，就派出我们的噔噔相应的5公升锅具。刚刚已经过1次筛了，然后要过第2次筛，因为过2次筛，它的那个蛋会比较细致。吓死我了！好，接下来把蛋再过最后1次筛。哦，没什么味道。感觉好像我那没有，没什么味道。焦糖已经放冷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调好的布丁液倒进去。好，火滚了，先转小火，然后把它放下去蒸熟，然后盖子的话要预留一些孔洞。通常啊，上面最好在那个什么铁盆上要盖一个锡箔纸，可是我们家没有买锡箔纸。如果你上面盖锡箔纸，它蛋那个布丁的表面它会比较软。啊，没有就算了，做到厌世，好烦哦！终于完成了，我们现在要来开锅了。好像蒸蛋哦！把它拿出来。接下来要等它冷却之后来进冰箱。哇，好香的布丁味哦！我真的，哇，布丁味超香的哎，超成功！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最难的步骤了。然后这个是特别去买的，就是想要把它等一下可以整个翻过来，真的焦糖布丁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一个一个去搓它。我看那个教学啊，说一定要用到底才可以，可是我发现用到底，它的焦糖就会跟着我们起来。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有点担心它翻过来会烂掉。好，现在来翻面了，等一下就是快速的翻面。对，我真的很怕失败耶，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人影片就是倒扣过来，然后整个布丁就啪就没了。
本人手力不足，所以刚请室友紧急加入，因为这个大概这个应该是超过4公斤，快5公斤，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打开，它会不会从中间就直接裂开呢？现在看到这里焦糖都是了，哦，够医生的，起来了，哇！ 成功！成功！焦糖布丁！我靠，这个超香的！我们焦糖煮超成功，但我手上一直都是焦糖。好，那我现在移到试吃的阶段。完成我们的焦糖布丁，经历了一整晚一直到早上的奋斗，做了快12个小时，终于成功了。 而且味道超香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正常 size 的焦糖布丁，哇，很多气泡。那我们现在先来试吃，因为它实在是太香，所以我现在有点来喽，要切喽。哇！ 好，我们先来吃第一口，然后我刚才在想说，应该只有外面的孔洞比较多，殊不知它里面的孔洞也多。超好吃！我的那个焦糖煮得非常的刚好，所以它有那种焦糖的香味，可是它完全没有苦味，所以它甜的非常的刚好。然后呢，不过它的布丁，我的布丁吃起来没有像那个我们一般市面上买的那种焦糖布丁那么的丝滑感。 它其实孔洞比较多，所以布丁的口感有稍微差一点，可是还是很好吃。天哪，我真的是要出塞了。然后我跟你们说，煮焦糖的时候啊，我那时候网络上查，就是我那时候是先看人家是用平底锅煮，可是我强烈建议你们用那种比较深的锅煮，因为用平底锅它太宽了，所以你在煮焦糖的过程中，你很容易旁边的地方，因为水就加一点点，所以你旁边的地方就没有煮到，就会以至于煮焦糖失败。因为我第一次煮焦糖的时候就煮失败了。虽然它的卖相，我这个卖相虽然不太好啊，可是它吃起来真的跟外面买的那种贵的焦糖布丁味道一模模一样样，超好吃的，而且我的焦糖煮得太厉害了吧！啊！ 还好我现在不是在直播，不然我应该蛮失控的。你看这个焦糖滴下来的样子，有没有觉得很浓郁？啊，然后煮焦糖的过程啊，其实你要等非常的久。你们用小火在慢慢煮焦糖的时候，切记。 不要用任何工具去翻那个焦糖，哎呀，你就爱啉奶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看很漂亮吧？等这一面看。因为我看它的原料很简单，就做出来的那个步骤很简单，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它应该不是一个太甜或太怎么样的东西，殊不知做焦糖布丁用的糖非常的可怕所以平常还是不要乱吃这种甜点好了。
最后一颗完整的焦糖布丁。刚好跟腻到差不多的，刚好跟腻到差不多的时间点把它吃光。完食，今天的焦糖布丁成功。虽然说我的焦糖布丁卖相真的不是很好，这如果是在那种一般面包店卖啊，面包店不是都会有 NG 品的大出现吗？它应该就是会被摆在那里的那个。但是你有听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它就是这种的长相，它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好吃。唉，本来想说这一次应该会做失败的，因为其实我真的是做了非常的久，我做了大概整从开始做到做完，真的超过12个小时哎。唉，我觉得我又迈向了小当家更进一步。好，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在家里可以试做看看哦。因为做小的其实没有那么难做，反正我做大的话，你们看起来好像会很难，可是小的其实它步骤没有那么的多，而且自己做也比较健康哦。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要记得订阅我哟，顺便帮我分享、点赞，拜。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说下巴的是芝麻？这是不能理解，但真的有点像。